出车祸昏迷，猥亵了我。这道疤就是他撕我裙子时留下的铁证。为了我及时醒来，但我忘不了那充满恶意的凝视。难道女人穿裙子出门就是错吗？就是，这种仇富又亵女的低层渣子，姐妹们绝不能因为他穷得心软。如果没人站出来，下一个带着伤疤出去的就是你们。人渣！上3童男，大童男！不是的，我当时只是为了从车里把她救出来，不小心扯破了裙子。不是我！跪下！喂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腿！你怎么救人的？我留疤了，以后怎么见人？明明是我救了你！你让我留疤还不认错？我会让你明白，有钱就有真相。我是秦家大小姐，你是谁？一个送外卖的渣子废物！我就是要玩死你！除非你公开下跪认错，不然我也会玩死你们住院的烂赌鬼你爸！还有你那个快高考的妹妹！跪下！谢饭！跪下！认罪！跪下！为了小妹，为了老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检测到极致情绪波动，概念交换系统已激活，世人皆会被打上标签，只有系统者可随意交换一切标签。交换原则：等量或超量交换。那么你想交换什么？清白、罪孽，这些词条难道就是标签吗？一定要记住这猥琐男的脸！词条互换吗？秦瑶，被污蔑成猥亵犯的感受，现在10倍还给你。现在，谁才是猥亵犯？我是猥亵犯，是我猥亵了林毅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是我猥亵了林毅，是我逆心撞了他，是我撕了林毅的裙子。穿裙子怎么了？难道男人穿裙子出门就是错吗？我靠，怎么连裙子都换过去了？这种嫌贫又厌男的小仙女，兄弟姐妹们，绝对不能因为她有钱又长得漂亮就心软，不然下一个被猥亵的就是你们。对，不疼！我操，气氛竟然都到这儿了，那兄弟们为我发声！如果没人站出来，下一个哭泣的就是你们。我把林同学逼他自杀，我在偷税漏税，还贪污捐款和救济金，那些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，我拿着他们的钱在国外开豪车，住豪宅。跪下！老爷，刚才我们终于监测到了一个你说的那种特殊事件。终于让我等到了。爸，你怎么样了？赶紧滚！你们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吗？我爸已经病危了，欠费3天了。医院不是慈善机构，没钱，病房就让给有需要的人。求求你，不要把我爸爸赶出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攒够医疗费的。再不滚，我就让保安把你和你这死鬼老弟扔出去。都是我没本事，连爸爸住院的费用都交不起。你这个小美人儿！不要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有需要的人。他的绝症叫穷病，只能等死。为什么不让给有钱治病的人？
听说这老东西快死了，我警告你，他死的利息照样算。放开我妹妹！负债死偿，这老废物欠我们100万，今天必须还上。明明只有30万，哪来的100万？我借钱是有利息的，你爸可是在合同上都按过手印的。看你这身板，去缅北也值几个钱，或者把你妹妹卖给我，我也有路子，让他抵个大半。说话，废物！要闹出去闹，这病房里住的可是王总。是卖你自己还是卖你妹？选一个吧。好啊，那我就选一选。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赌个屁！你还有什么资本赌？赌这位赵医生马上就会突发恶疾，倒地不起。我是医生，你是医生，什么时候轮到你给我诊断了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说了，赶紧带着这老头子滚！如果我说对了，我爸的欠款一笔勾销；如果我错了，欠款翻倍，我和我妹立刻签字，2个人都卖给你。哥，你不能这样，老爸有毒瘾，为什么你也？相信我。翻倍！好，老子跟你赌！我增加了合同条款，快按手印，现在就按！一群疯子，真是疯了！保安，赶快把这些疯子赶出去！保安在哪儿？保安人呢？赶紧的过来！儿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爸，你怎么忽然醒了？这他妈！白纸黑字，两清了。鬼啊！哥，这是老天在眷顾我们吗？带上爸，我们走。快抢救！赵主任心衰了。只要重量对等，就能交换一切，甚至是生与死。以前我没得选，但现在我要把这烂透的生活彻底换个样子。本台快讯：苏氏集团创始人苏老先生因突发罕见重症，已于今日紧急转入重症监护室。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，该病症或需使用极品玉石作为药引，方可夺得一线生机。这不就来了？小姐，最后一块也垮了。可恶！苏大小姐，求我龙石种的人可是排着队呢。规矩你也懂，1个亿切3刀，能切到石头你拿走，切不到钱不退。你已经切了3刀，我知道苏老爷子等着这石头救命。不过你答应陪我1晚，我可以让给你一小块。苏小姐，万万不可呀！你可是苏氏集团继承人，你若今日从了他，日后你还……闭嘴！爷爷要是走了，你觉得苏氏集团还能撑几年？怎么样，考虑好了吗？苏小姐，石头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这块石头有灵性，他只是不想见佣人。如果我能开出龙石种，我要这块玉价值的1半作为佣金，外加你欠我一个人情。1半佣金是钱，人情就是我进入上流社会的门票。苏小姐，你可别病急乱投医，着了道啊！这古玩水深得很，说不定这人就和那老板是一伙的，到时候怕是让您越陷越深呐！哪来的野狗，敢坏老子的好事儿？老子才不认识他！这块石头已经开完了，垮了就是垮了。老夫看了40年石头，从没听说过什么灵性不想见人这种鬼话，这就是骗你的。我说了，开出来再给钱，你怕什么？让他开，我倒要看看一块已经开过的破石头还能怎么玩。你开出来，苏小姐不要，我要。小姐，您看出来了吗？这俩人一唱一和，绝对有诈呀！最坏还能有我赔那个无赖1晚更坏。你看，我倒要看看你们2个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我不认识这什么老板，我只是想让你欠我一个人情。用锤子，你他妈懂不懂组织？谁说废石就开不出本玉？呵！
马玉还是传说中的龙师种，这不可能！哦，我的核桃，我的极品核桃，怎么变石头了？电力不够，青山也是废土。苏小姐，借的付账。先生，既然您有着通天的手段，那我爷爷的病……说这石头治不了，再找我。不好意思，没看见。要我说就别讲，你妈没了，爹只会哥哥还是送外卖，你学的再好，也是去饭店给我刷盘去。打脚打卡，敢瞪我，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学校待不下去？晦气！走去告诉班主任，我的限量手表不见了，肯定是被这穷鬼偷了。签了吧。秦伟的手表在你书包里找到了，人赃并获。我没偷，是他自己塞进去的。教室有监控。哼，监控早就坏了。你自己什么家庭不清楚吗？请得起律师吗？你哥本来就得罪了秦家大小姐，你斗得过人家吗？那块表几十万，属于数额特别巨大，你至少进去10年以上。我要报警，验指纹。报警？你还嫌不够丢人？学校的名声都要被你毁了。像你这种穷人的孩子，心里本来就扭曲，偷东西也是正常的。我给你条活路，别不走。其实退学也挺好，给你哥省点钱。你哥已经招惹了秦家，你以后没有什么好日子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你可以证明啊，闹出点动静来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出了问题，说不定学校还得赔你哥钱呢。老师，你收了秦家多少钱，以至于都敢逼死你的学生？你干什么？把刚才的录音发给我哥。受委屈了吗？他们污蔑我偷东西，逼我退学，甚至让我跳楼。你最好注意点，这里是重点学校，我是重点班的班主任，我的学生都是大人物的孩子，我认识的人很多。而且你妹妹偷了秦少爷的表，你已经得罪了秦家。今天你要是敢动一下，我保证你妹妹这辈子都没学校敢要。你哪只眼睛看到他偷东西了？秦少爷亲眼看到的，秦少爷还能冤枉他？人家家里一座厕所都比你家房子贵。哼，外卖员哥哥来了，怎么还赔钱啊？你妹妹那脏手动了我的表，还刮花了，已经不值钱了。你们穷人的行事作风，真是从基因里带着贱的。说吧，赔多少？现金还是刷卡？秦董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这点小事我能处理。你看看，还亲自跑一趟。我当然要来，我以为是谁家的野种这么硬气，敢欺负到我秦家孩子身上，原来是你啊！秦家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啊！你的妹妹没把秦家弄死，看来你今天要当出头鸟了。你害得我妹妹发疯，害得秦家股票跌停，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。你妹妹倒是先撞到我手里了，今天我就用你们穷人最喜欢的方法来让你心服口服。麻烦老师报警，今天就算是你妹妹没偷东西，凭我的关系，我也能让她进去至少10年。别怕，想送我妹坐牢，那得看你今天的运气有没有那么好了。运气在南城，我秦天就是运气，我秦家就是天。秦董息怒啊！这点小事怎么还惊动您了？秦董您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林夕这种品行不端的学生，我们学校绝不姑息。校长不仅要开除，还要把这2人送进警局啊！秦少爷的手表可是限量款，这属于重大盗窃。听到了吗？2个穷逼，这就是跟我斗的下场。看你这穷酸样，还敢跟我斗？一个靠欺软怕硬，一个靠家里目中无人。如果换一下，那个画面应该很精彩。张老师，这种事情出在你的班里，你也有责任。快给秦董！你干什么？闭嘴吧，你这老秃驴！让你说话了吗？
你不撒谎，你要找找自己是什么东西。王校长，哼，看什么看？别以为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。你儿子就是个弱智，考试全靠我帮他带分。那块表也是他自己塞进林夕书包里的。你还特意给我打招呼，让我逼死这小姑娘。都是我爸让我做的，不要打我！还有你，上次秦家送的那50万赞助费，你是不是私吞了30万，只给了我2万？你这只贪得无厌的猪，老娘忍你很久了。疯了，都疯了！保安，把他拖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就是这样，秦瑶那天也是突然发疯。林毅，看来你身上有点不干净的东西。人做亏心事，自然会鬼上身。秦总，你说是吗？我不管你会什么妖术，今天你都走不出这个门。既然讲道理讲不通，那就给我闭嘴，打断手脚，给秦家慢慢审。哥，别怕，滚开！既然你要仗势欺人，那我就借你的势破你的局。我的脸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谁能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吗？苏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他。今天我要带着上面的集团董事来参观，你忘了？啊！林先生，您怎么在这里？刚好路过，顺便看了场好戏，强运生效了。林先生，上次在玉石轩走得太急，还没来得及正式感谢，那块龙石种确实管用了。苏总，您认错人了吧？这个人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而且还很邪门，您可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放肆！今天你算什么东西，竟然敢这样侮辱我苏家的恩人！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不知道您和他的关系，都是这个老师，他挑拨离间。秦天，你个老王八蛋！还不快点把他嘴堵上！林先生，上次您留的银行卡号是空号，转账退回了，这里是5000万，是之前说好那玉石1半的价值，还有苏家的一点谢意。卡号是我故意写错的。为什么？那时我若说我不要钱，恐怕你们更难相信我。我只是想救人，本来就不想要钱。林先生，这是您的？这是我妹妹。你最好能给我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苏小姐，是这样的，这是学校，你身为校长，竟然让这里成了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，你在败坏我苏家的产业。还有你，为人师表，竟然做出这种肮脏龌龊的事情，你还是人吗？都给我拖出去！我要他们必须付出代价。老秃驴，你活该！今天老娘就是不活了，也要把你干的那些龌龊事都供出去。徐总，你暂时担任这所学校的代理校长，我不允许苏家苦心经营了几10年的学校再出现这种情况。是，小姐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从今天起，学校调集一切师资力量，将林夕同学的高考优先级放在最前面。要是林夕同学没有好成绩，你要负责。没问题，小姐。至于秦家，秦天，鉴于你今天的表现，苏氏集团将重新评估与秦家的所有合作。啊！苏总，你不能相信这个人啊！我们秦家可是给苏家当了几10年的狗啊！你怎么能说踢就踢？你问过苏老爷子什么意见吗？我爷爷的命就是林先生救回来的，你说他有什么意见？林先生，刚才那个处理您还满意吗？苏小姐费心了。其实除了感谢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为了苏老爷子。您怎么知道？石种也只能做药引，治标不治本。老爷子的身体应该是油尽灯枯了吧？没错，医生说爷爷最多还有3个月。林先生，既然您能点石成金，有没有办法让我爷爷多活几年？
只要能做到，我苏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来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入场券。有办法，但代价也会很重。多重都行。好，3天后带我去见老爷子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外面人。咱们的大孝女终于舍得回来了，老爷子都快咽气了，你倒是还有闲心出去逛街。二叔，我是去请高人救爷爷的，这位是林先生，他有办法。高人，我早就调查过了，他只不过是个送外卖的。苏红秀，你是不是觉得家里长辈都老了，就耍我们是吧？二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人家红秀多聪明啊，找个外人来，不正好把老爷子治死，还不用负责吗？只要能让老爷子没立遗嘱就走了，他是长房长孙女儿，这家产不就顺理成章归他了吗？三姑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从来没想过家产的事，我只想让爷爷活着。想让他活？我看你是想让他死不瞑目。二爷，药马上就好了，这是老夫祖传的回光丹，只要服下，哪怕是进了鬼门关，也能拉回来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？什么意思？那半个时辰之后呢？之后油尽灯枯，自然是尘归尘，土归土。苏小姐，人力有时尽，能争取这半个时辰交代后事，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。这不是救人，这是透支爷爷最后的命，我不许你们给他灌这种药。把他给我拉开！今天老爷子就是死，也要立完遗嘱再死。红秀，你这么怕老爷子醒过来，是不是背着我们干了什么亏心事？还是说你也知道老爷子根本不想把钱留给你？肯定是心虚。这种女人为了钱让老头子半死不活多长时间了？白眼狼！小子，我不管你是苏红秀从哪儿找来的神棍，今天你既然进了这门，就别想轻易出去。要是耽误了老爷子立遗嘱，我对你不客气。你笑什么？死到临头吓傻了？这么急着让老爷子立遗嘱，赌博输了不少吧？想拿这钱还债？还有你，孩子的抚养权都保不住了，真以为这钱就能把孩子抢回来？是你，苏红秀，肯定是你查了我们，是你把家丑都告诉这个小白脸的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没错，肯定是你说的。苏红秀，为了独吞家产，你连这种手段都使得出来？我没有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你们有困难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要干什么？老夫我行医50年没出过问题。那是当然，我怎么敢是医神医呢？我是觉得这药好得很，真的。这回光丹可是好东西，吃了立马见效，而且不止半个时辰。神医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啊，喂啊！二叔和三姑都等着这一口药救命呢。你在干什么？那药真的会害死爷爷的。他在虚张声势。苏红秀，你以为他是傻子吗？这些底层垃圾比谁都精明，你拿他来顶罪，人家现在要反咬你一口。红秀小姐，你是相信他们，还是相信我呢？神医灌药啊！别碰！这小子都看出来自己是被拉来顶罪的，那我呢？神医灌药，说过出了问题我给你担着。这个老夫，都闪开！老夫这一手下去，定能起死回生。别，住手！这药不对。他疯了，他是想害死老爷子，让我们背锅！快拦住他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神药！二爷，不是你让我灌的吗？放手，让我救人！闭嘴！你是个凶医，我看你就是苏红秀派来的卧底，你想害死我！
我能吃，我能吃，我真的能吃。二叔，怎么不喂了？刚才不还信心满满的吗？不能喂，万一死了，一闪冻结，我们就什么都没了。没错，老爷子要是现在死了，苏家大乱，股票跌停，你们手里的股份就是废纸。你那赌债拿什么还？拿命吗？想要钱，其实很简单，你们把他伺候高兴了，钱不就来了？他也没说过不给你们钱吧？可是苏家企业现在资金链也吃紧，哪有钱分给我们？你们没本事搞钱，但他有。只要你们苏家一条心，我还不信你们真都是纨绔，一点业务能力都没有。我可以保证，给他3个月，他能把苏家盘活做大。那时候，你们那点赌债和官司费，不过是苏家指缝里露出来的一点沙子。红秀，你真的能行？答应他们。二叔三姑，如果你们现在收手，和我一起为苏家企业想办法，家族和你们的窟窿，我会想办法用我的私人信托担保填上。三姑的律师团队我也包了，但前提是，这3个月我让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好，红秀，二叔信你一次，只要能帮我还债，这族长你当。我也没意见，只要能赢官司。林先生，既然大家都谈妥了，那爷爷……既然人心齐了，病就好治了。慢着，小子，你到底是谁？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突然觉得你说的对？我是一个放贷人。放高利贷的？钱这种俗物，银行就能借。找我借东西，利息可是很贵的。那您借什么？信心、运气、健康、寿命，甚至是你们那见不得光的欲望。我知道你们不信，无所谓。我与苏小姐有缘，今日便给你们苏家一个无息贷。现在，我也该向苏家放出第一笔偿债了。交换。红秀，不用说了，刚才我都听到了。林先生，刚才那种手段是神术吧？苏老严重了，生意而已。不，对苏家来说，这就是再造之恩。今日之事，若是谁敢向外透露半个字，尤其是关于林先生的手段，立刻逐出苏家。林先生是苏家的恩人，更是苏家的债主，见林先生如见我。是。重到无法衡量吗？这可能是我目前为止拿到的最大的一张支票，先存着吧，总有用得到的时候。老爷子好好休息。林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还怀疑过你。没事，不是你，我也解决不了学校的问题，我也没有这样的平台施展自己的能力。林先生，这里面是南城地段最好的别墅的钥匙和房产证，还有一辆车的钥匙，还有一张苏家名下不限额度的黑卡，您必须拿着。你的人情，我苏家暂时还不上。这些东西你若不要，苏家上下都会怀疑你的动机。反而你拿了，我才能更简单的去做后面的事情。苏小姐高看我了，我只是一个外卖员，这些东西确实需要。废物！你
今天连地皮都能拍丢，还让人当众羞辱，秦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你知道外面现在怎么传吗？说我秦真生了个疯狗儿子。爸，不是我的错，是那个林毅真的很邪门。一个送外卖的能有多邪门？是你自己无能。真的，上次在学校我就觉得运气被吸走了。爸，苏家那老头本来必死，也是这小子救活的，他肯定会妖术，他是冲着我们要秦家命来的。不可能，苏家那个老不死的怎么可能又活了？但他确实又活了，听说就是那个林毅救的。苏家看来是遇上高人了，既然是妖道，那就只能用对付妖道的办法了。爸，你是说？这就是咱们家供奉的大师，为什么要锁着他？因为他不锁着就会吃人，秦家能有今天，全靠他帮我们吃掉了那些竞争对手的运势，甚至连我们做坏事的报应他都能吃。秦家的小崽子，好像带怨气呀！大师遇到麻烦了，有个硬茬子抢了秦家的运。有人动了我的食物。他叫林毅，他会妖法，我要他死。想要报仇，就得给大师开路费。我要你10年阳寿做个媒介，才能把咒定进那人的命里。林毅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我给你10年寿命，但我要他今晚就死。交易达成。强运失效了，不是消耗的太快了。难道这就是滥用能力的代价？报应开始找上门了。林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刚才听说您路上出车祸了。我没事，运气好躲过了。这边怎么回事？太邪门了！就在半小时前，集团的主服务器突然过热自燃，备用电源也莫名其妙短路，正在进行的一个100亿项目数据全丢了。意外？不是意外，是老毛病。苏家之前资金链断裂，就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倒霉事。工厂失火，货物沉船，高管发疯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掐着苏家的脖子。啊！有人在针对苏家，因为我帮了苏家，现在轮到我了。哥，着火了！家里着火了！爸还在卧室里出不来，火好大！躲进卫生间，把水打开，我马上回来。先生，不能进去，火势太大了，随时会塌方。我家人在里面。小谢，爸，是他们，果然是妖术。别怕，哥在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玩火，那就都还给你们。交换！
火是因果火。断了，终于断了！烧得好，烧得好啊！苏总，伤者只是吸入了浓烟，加上受了惊吓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休息几天就好。林先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别墅的安保系统是顶级的，不可能无缘无故起火。是某种妖术，有人顺着因果线想把灾祸嫁给我们。你们遇到的那些问题也是一样，有人要搞垮你们苏家。会是谁？那个位置是秦家大宅。哼，果然是他们。秦家？你是说幕后黑手是秦家？不仅是秦家，他们背后还有东西。既然火已经烧下来了，不如去添把柴。救我！我的腿！闭嘴！爬出来！留着命在比什么都强。是你！他跑出来了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你们秦家还真是敢玩啊！自己都控制不了的东西都敢起。好精纯的气韵，好美味的灵魂。血压大师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我秦家的钱全给你！我本来还想去找你，你自己就送上门来了，真好啊！那竟然是规则之力！我找了几百年的规则之力。想吃我，那得看你的牙口有没有那么硬了。这不可能！我的杀气去哪儿了？你的力量怎么会无穷无尽？你的代价呢？你的反噬呢？我的代价不用你操心。你伤我家人，毁我朋友，现在该你付出代价了。你不是好奇你的煞气去哪儿了吗？现在我就用你那滔天的煞气，换你这些年偷来的所有机缘、气运和气数。交换！啊，好痛啊！这就是神吗？精彩，真是精彩！以凡人之躯强行驾驭规则，灭了悬崖那个废物。你是谁？我在某些圈子里，他们叫我卖命。卖命就是字面意思。年轻人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得很漂亮？秦家已灭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赢了面，却输了里子。你这些天不断驾驭规则，但你知道自己付出了什么吗？睁开眼，看看你自己的时间吧。3年，我只剩下3年了。
能量守恒，天道至公。你救你父亲，救那个姓苏的老头，要用规则抹杀悬崖，这些都需要能量，而你的寿命就是筹码。你不要想着能像救别人那样救自己，因为筹码无法交换筹码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不仅能看，我还能补。我们是一类人，你有天平能交换万物，我有漏斗能汲取寿元。跟我合作吧，你负责用天平控制局面，我负责收割那些垃圾的寿命，我们五五分账。只要我们联手，别说3年、300年、3000年，我们都能活。这世间的权势、财富唾手可得。收割寿命，像悬崖那样吃人，你不吃他们，他们就不吃你了吗？抱歉，我和你不熟，还不想和你做生意。拒绝我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3年后你会老死、病死，你的妹妹、你的苏小姐都会变成别人的玩物。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年轻气盛，等你不想死的时候，记得联系我。记住，你的时间多了。哥哥，你看，下来了，真的下来了。慢点跑。什么下来了？紫金大学的保送名额公示了，我是第1名。哥，我不用参加高考了，我能去省城读最好的大学了。好，真好。小希出息了，3年寿命，哪怕我不在了，只要小希进了紫金大学，再加上我能留给他的东西，他的人生不会再那么难了。红秀，正要告诉你，小希的保送。林先生，出事了！刚才官方那边发函说林希的保送资格被取消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理由是涉嫌重大作弊，而且他们还要取消林希的高考资格，记入档案，终身禁考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官方这边，您快来，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凭什么？没有任何证据，仅凭一封匿名举报信，就能毁了一个学生的未来？苏总，这不是我们要查，是上面省直接下了命令，说证据确凿。证据呢？拿出来我看看。证据重要吗？你是谁？他是省城叶家的管家，王忠。林先生是吧？听说你在南城有点手段，但在省城叶家面前还是收敛点好。那个保送名额，我家小姐看上了。那是我的，是我考出来的。小姑娘，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，有些东西你奋斗一辈子想得到的终点，不过是我家小姐的起点。把名额让出来，大家都体面。如果我不让呢？那就不是取消保送这么简单了。作弊、品行不端，永久禁考，这辈子你妹妹都别想翻身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！我要告你们，我要找媒体曝光你们。曝光？你可以试试，在南城或许苏家说了算，但除了南城，不管是媒体还是网络，我们叶家想让谁闭嘴，谁就发不出声。王管家，叶家虽然势大，但我苏家也不是吃素的。林希是我们苏家力保的人，你们这样做是要和苏家开战吗？哼，苏红秀，你大概是当家主当糊涂了。你苏家这几年的物流渠道、港口批文，哪一个不是叶家给的？开战，只要叶家动动手指，苏家的资金链明天就会断。你敢为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小丫头，拿整个苏家陪葬？名额你们拿不走。年轻人别太气盛，
其实我们叶家是很仁慈的，小姑娘书读得再好，出来也是给资本家打工。既然你这么聪明，不如就别读了，签个字承认作弊，把名额让出来。作为补偿，叶家旗下有个清洁公司，可以给他安排一个领班的位置，那可是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铁饭碗。以后跟着叶家，虽然是当下人，但也好过你们这些底层的蝼蚁在泥潭里挣扎，不是吗？你把人的尊严当什么了？尊严那是强者的特权，弱者只配谈生存。只要我开天平，只要我交换他的词条，可如果现在动手，叶家也会疯狂报复，而我只有3年命，护不住他一辈子。滚！给脸不要脸！处分书明天就会下达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对不起，林先生。不怪你。我没想到叶家会插手这么深。那个叶家大小姐叶婉，是叶家家主的私生女，急需这个学历镀金回家族争宠。他们根本不在乎林夕的死活，只是把这当成一次资源置换。资源置换？哼，好一个资源置换！我刚给爷爷打了电话。老爷子怎么说？爷爷动用了所有的人脉，甚至求到了省城里的大人物，但对方一听是叶家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叶家在省城的势力太恐怖了。爷爷说，苏家若是硬碰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哥，洪小姐，你们别求人了，我不读了。胡说什么？真的，我不读了。他们不就是想要那个名额吗？给他们好了。我不想因为我让你和洪小姐被他们羞辱。那个管家说的对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这就是阶级吗？这就是规则吗？不动用天平，我竟然连妹妹的一张录取通知书都保不住。3年，我只有3年。如果是以前，我早就杀过去了。可现在我得算计这货。等你不想死的时候，记得联系我。叶家，既然你们要在规则里玩死我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，看看是你们的权势硬，还是我的命硬。我能看出来，你还是不想合作。但要是你想买命的话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我的东西价格不是你能买得起的。我不想买命。哦，那你认命了，准备看着自己妹妹被人踩死？既然你做的是贩卖时间的生意，那你手里一定有很多怕死的大人物。我要借你的势，让叶家付出代价。解释，年轻人，你很有趣。在时间面前，权力只是附属品。你听说过永生组织吗？永生组织，那是老夫创立的圈子，只有那些身家百亿、站在世俗权力巅峰，却又无比恐惧死亡的人，才仅仅有资格成为外围会员，祈求老夫施舍一点寿命。而你口中的那个不可一世的省城叶家，在组织面前连提鞋都不配。只要你带上这个，你就是我的代言人。组织里的那些狗随你掉钱，你要明白，你接受我的施舍是要还的。你想要什么？先欠着吧，毕竟人情才是最贵的。林先生，你真的要去？那是叶家的主场，是为了庆祝抢了林夕名额举办的升学宴。您去了就是自取其辱啊！红秀，帮我准备一份贺礼。什么贺礼？一本夏国律法。您是想……我去给他们送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不讲规矩。哟，这不是那个硬骨头吗？怎么想通了，来跪求大小姐原谅了？那是，你看我礼物都准备好了。送礼行啊，不过正门是给贵客走的，像你这种丧家之犬走侧门，那是给下人运泔水走的道。
那条狗进来了，大家准备看戏。嘿嘿嘿。这就是那个妹妹作弊的林叶啊，怎么跟我们坐一桌？晦气！听说得罪了叶家，今天估计是来当小丑的。呀，这不是林夕的哥哥吗？你果然来了呢。你要求我把举报撤销了，好让你妹妹参加下次的高考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下等人呢，为了一个高考能给自己的仇人送礼，真贱。学历什么的，对咱们这种来说不过是打个电话的事儿。这些人要拼死拼活的学，真是可悲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脏了，要不你舔干净吧？反正你们这种人为了钱什么都肯干。叶小姐，这是送你的贺礼。哦，还带了礼物，打开看看。要是值钱，本小姐或许可以大发慈悲，让你妹妹来我们叶家的企业扫厕所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给你的机会，把名额退回去，公开道歉。按照上面的规矩办，叶家还能活。给脸不要脸！规矩在省城，本小姐就是法。好，既然你藐视律法，那我就用我的方式教你做。各位，容我介绍一下，这几位是省里的泰斗，王老、李总，能来我叶家赴宴，是叶家的荣幸。我哥来了，你既然愿意出丑，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里。林先生，快跟我走，是爷爷让我来的。他说了，连王老都来了。叶家的背景太恐怖了，你再从这里待下去，恐怕真的要出事。哼，你就是灵异吧？你妹妹的名额被我们叶家顶了，你本应该高兴，因为你这种穷人，大概率这辈子都攀不上叶家的关系。但没想到你不识好歹。叶少，怎么这宴会还有这种一看就很穷酸的角色？看来叶家的门槛低了。王老，我是苏家的苏红秀，林先生是我朋友，如果有什么误会……不，王叔，苏家最近不太懂事，一直护着这小子。那就疯了吧！按我话，省城里谁敢和苏家合作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王老，您不能……苏总，完了！银行突然抽贷，供货商全部解约，苏家破产了。看到了吗？这就叫权势。等您想清楚，过来把我的血舔干净，我或许可以考虑给苏家留条活路。原来如此，在凡人眼里你们是天，在那个老头眼里，你们不过是一群怕死的狗。感谢各位大人物捧场。今日双喜临门，小女叶婉保送紫荆大学，叶家也将更上一层楼。林先生，你帮了我们苏家很多，今天这事就当我苏家给你还的人情。你不要再找叶家的麻烦了，我们真的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苏小姐放心，你见识过我的手段，你觉得我真的怕他们了吗？我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，我不仅要让你苏家再次起来，我也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这喜，我看你们是办不成了。保安，保安死哪儿去了？把这疯子打断腿扔出去！这就是你们叶家的靠山。王老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小心伤着！王叔你，
属下拜见特使大人。不知大人驾临，小的罪该万死。拜见特使大人。现在你们还是上等人吗？他这身西装是廉价货，鞋子边上还有送外卖留下的刮痕。王老，我刚才就在侧门看见他了，他骑的电动车后面还有个外卖箱子呢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特使怎么可能长这样？这小子胆子真大，居然敢偷这种东西出来骗人。王老，林先生是有真本事的人，我爷爷的命就是他救回来的。这枚徽章如果是假的，他怎么敢在你面前拿出来？苏红兄，你苏家都已经破产了，现在当然是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。王老，恐怕真正的特使大人现在就在这家酒店的顶层套房休息，而这个林毅下午正好来送外卖，他肯定是有备而来，把这东西给偷了。既然你说你是特使，那组织的名号是什么？你的授令书在哪儿？名号你不配听，授令书以我的等级不需要。听到了吗？他连名号都编不出来。保安，给我上！先把他那只偷东西的手给我打断，再把徽章拿给王老辨认。想动他，先动我，我看谁敢在这动手！滚开！现在已经没苏家了。是你们逼我的。莫老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组织告诉我，特使今日会巡视此地，我是奉上面的命令来辅佐特使大人。啊！方老，这位是？闭嘴！这位是莫老，是京城的大人，等级远在我之上，你们说话都小心点儿。大人，您别被这小子骗了，他是小偷，这徽章是他偷来的。莫大人，此人名叫林毅，是个送外卖的阿姐。今天他刚好来这酒店送餐，偷了这徽章，我们正在审讯呢。你真的是特使？你可以不信，看一会儿你给我跪下的时候，我可不会可怜你。哼，莫老，您可不要被这废物的话吓住。您看他哪有一点使者的样子？他手里那个徽章，肯定是他趁真正的使者洗澡或者不注意，在酒店房间里偷出来的。我也从未见过特使真容，但永生组织都是世界上最有权有势的人，会长怎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当使者？莫老，林先生的能力我们亲眼所见，那不是常人能理解的，而且他非常富有，绝对不是小偷。你是谁？莫大人，这个女人刚刚被王老在南城出了名，她的话您最好一句也不要信。我看不如把这两人抓起来审一审，说不定真正的使者已经在他们手下惨遭毒害。叶枫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既然争执不下，那就按组织的规矩验证。
这张请柬是会长亲手封印的无字简，他交代过，只有真正的使者触碰，上面的字迹才会显现。拿过来让他试，我倒要看看一个臭送外卖怎么让白纸上变成花了。看吧，我就说那徽章是他偷的。保安，给我！啊！莫大人，您看清楚了，那肯定是障眼法。他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？莫大人，闭嘴！这是会长的亲笔旨谕，你们再多嘴，是想叶家拉着老夫一起陪葬吗？属下莫青山死罪，请特使大人降罚。王众治罪，请大人饶命。王老，我不配出现在这样的场合。小人该死，小人有眼无珠。叶大少，你刚才说我这样的人读一辈子书，也攀不上你们叶家的关系。不是！你妹妹叶网为了镀金，就要抢走一个普通女孩拼了命考出来的名额。叶总，你刚才说这就是权势。我今天来这里，不为别的，我只想拿回我妹妹应得的东西。就是因为你们有钱有特权，就可以随随便便毁掉一个普通人奋斗了10几年的希望吗？在你们眼里，普通人的尊严就活该被你们踩在脚底下，甚至连反抗都是一种罪。说话！叶晚，你给我滚过来！是你贪图名额，是你害了叶家。特使大人，是他，一切都是这个私生女的主意。我们叶家从今天起不再承认他的身份。对，他不是叶家人，他是作弊，我们要举报他，我们要全省通报他的罪行，请大人息怒。莫总管，属下在。我要苏家刚才丢掉的所有东西，在3分钟内翻倍回来，做不到就不用写来了。明白。所有针对苏家的限制立刻撤销，不仅撤销，我要叶家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注入苏氏集团，谁敢停一下，我要谁的命！红秀，我说过我会拿回来。哥，谢谢你。没想到这个暑假我真的能去旅游。今天报道还有点紧张。傻妹妹，哥为你做事情不是应该的，紧张啥？你凭自己本事考上的大学。对了，
到了大学也不能放松，还有不要被男生迷惑，就算谈恋爱。哥，我知道，怎么越来越像老爸，絮絮叨叨，我自己有数。啊，哥，怎么停了？还没到学校呢。你先在车里坐会儿，我在这边约了个朋友，需要见一面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这石大人，看来在省城的日子过得不错。托您的福，您是来收账的吧？毕竟咱们有约定，不是吗？你妹妹要去的大学，北城学院的校董崔万山，他身上有个东西，老夫很感兴趣，那是极其罕见的特长寿基因。这种东西让他不需要求助于我，也能活到100岁。崔万山的势力范围一定不小吧？控制不了他，让你很难受。崔万山可不是叶家那种角色，他的势力在省城根深蒂固，让我的一些计划难以实现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把永生组织放在眼中。人的目光真是短浅，只要没到死的那天，都会觉得死亡还很远。我只是要让崔万山提前感受一下死亡的威胁。你帮我把他的词条拿过来，这事儿你应该没有什么负担。毕竟崔万山不过是一个吃着人血馒头的资本家。事成之后，我可以给你10年寿命。成交。顺便提醒你，崔万山不会把你的特使身份放在眼里，但你也不需要和他废话，只要拿到词条，他立刻就会像条狗一样来找我。哥，我们要去那边排队吗？那边没人，走这边。干什么呢？退回去！报道。报道去那边排队。没看见这儿是贵族通道吗？那边太阳太毒，我妹妹等不了，而且这通道空着，为什么不能走？牌子上写着呢，特权通道，仅供校董及校董邀请的贵宾车辆通行。为了保证学校的环境纯净，普通学生必须等所有贵宾车辆入场完毕，下午2点后才能统一进校报到。这都快38度了，还得等到2点。嘘，小声点。怎么了？得罪了那些特权生要被穿小鞋的。听见没？门是给龙走的，你这种泥鳅滚回那边晒着去。泥鳅就该有泥鳅的样，再敢乱着，我直接取消他的入学名额。哥，算了吧，我们去排队。如果我今天非要从这儿走呢？哟呵，那你大可以试试看，看是你骨头硬，还是我这棍子硬。这门口怎么什么味道都有？保安，不是说了，报道期间不准这群人靠近红地毯吗？刘少，您来的真早。这不，有2个不长眼的非要硬闯，我正赶他们呢。啊！你溅了人一身泥，不打算道歉吗？哼，道歉？哈哈哈！你知道这车洗一次要多少钱吗？我还没怪你弄脏了我的车胎，找你赔钱呢。你倒是恶人先告状了，真是穷生恶水出刁民。让我猜猜，是小地方考上来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们村里那套到地上打滚，在城里没用，回个电话就能让他直接被开除。哥，算了吧。你看，这就是识相，记住了，在这个学校，分数只是用来给你们这些下等人标价的。你们只是我们的陪读，要好好表现，才能在进入我们家族的企业时，把自己卖好价钱。这也太过分了，我们居然叫陪读！小点声吧，那是刘家的公子，咱们惹不起啊。看什么看？这就是现实。听见没？刘少这是在教你做人的道理，还不快滚开！如果我今天非要让你道歉呢？啊，看来是没被社会毒打过。给我打，打断腿之后扔到那边长队里，让他们看看不守规矩是什么下场。都住手！崔校董的车过来了。
崔万山，抓住他！天启，开学第1天，在这里吵什么？崔叔，这里有个不长眼的，他不仅想硬闯红地毯，还非要让我给一个配毒的道歉。道歉，年轻人，这世上的路本来就是分高低的，红地毯是给有用的人踩的，土路是给平凡的人走的，这是北城学院的规矩，也是这世界的规矩。规矩里写了，你们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吗？尊严是建立在价值之上的。典礼快开始了，把这些排队的人全部赶到操场死角的简易棚去，别让他们站在这儿碍了后面贵宾的眼。是，马上办。凭什么？我们也是交了学费的。闭嘴！谁再喊，直接取消学籍！你的长寿也是你觉得自己有资格决定别人高低的资本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永生组织或许拿你没办法，但在我眼里，你这条长寿的命没有价值。我想起来了，王忠跟我提过你，你得罪的人可不少。今天你和你妹妹能不能走进这北城学院，我需要再考虑一下。不如我们就打个赌，今天他们和我都会走在这条红地毯上，正大光明的尽孝，而你则会跪在这里，求我们的原谅。你疯了吧？让崔叔跪他们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崔小董，你的时间好像提前到头了。我还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，结果闹了半天，就是个搞心理战的江湖骗子。崔叔，我就说嘛，怎么什么人都敢来找你的麻烦？原来还是个骗子，一身土腥啊！估计是砸锅卖铁才考上这里，想来见世面吧？你们这种人真的不觉得丢人吗？在大城市学人家搞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，我问你呢，真没脸没皮了是吧？你这种乡下来的做题家，除了死读书就是走歪门邪道，在大庭广众下诅咒校土，这是什么教养？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。见过头的乡下人只会这种恶心人的手段。这学生家长怎么回事？没素质也得有个限度，差点吓到我们孩子。小伙子，没本事就老老实实排队，别搞这些歪门邪道博眼球，害得我们也跟着丢脸。赶紧滚吧，别在这碍眼了。不过这小学妹脸蛋倒是不错，可惜跟了个疯子哥哥。村里闭塞，你肯定放不开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想做？要不今天哥哥带你看看城里。疼！那个不睁眼的！刘公子在大马路上对一个小女孩动手，刘局长的家教看来也不怎么样莫叔，您不是在京城？天启，你先带人进去，这里没你的事了。是崔叔。这不是莫老吗？怎么看这阵仗，你们永生组织打算明抢啊？崔万山组织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知好歹。你们就是一群装神弄鬼的邪教徒，卖命买命，这种鬼话骗骗那些垂死挣扎的蠢货才行。想让我听你们的，你们凭什么？听这个乡下来的骗子，还是凭你们这些所谓的规矩？处理干净了吗？会长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，告诉他，以前他之所以控制不了这个人，是因为这个人的词条让会长能掌控的时间概念失效了。因为这个词条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，会长就没法精确看到他的时间。难怪现在他已经裸奔了。别在那嘀嘀咕咕，你们那所谓的组织我已经彻底看透，凭借我的人脉，想直接将你们连根拔起也不是不可能。你可以试试。莫青山，别怪我不给你面子。我本以为你还有些本事，
没想到你也相信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。保安，把这些扰乱开学典礼的疯子全给我控制起来，如果有反抗，直接按非法闯入处理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真实的世界。我说你们是泥鳅，你们就是泥鳅。既然来了我的学校，以后都长点眼，别想着。你是谁？你做了什么？这又是什么把戏？做得不错。你刚才不是说我们是装神弄鬼的邪教吗？现在呢？谁想到？我说过，你会跪在这里求我原谅。我不会强卖，但是你已经活得太舒服，必须体验一下时间不够的感觉。我不想死啊！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，只不过你的时间太多了。而我需要给你安排一个合理的寿命。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，我的时间。现在你的寿命是75岁。75？怎么可能？我父亲活到了108岁，我爷爷活到了110岁，我有长寿基因，我至少能活过100岁，剩下的30年呢？你得罪了我的特使，你那30年的特权已经被这位特使收走。特使，李先生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把那30年还给我，只要您还给我，崔家以后就是您的狗。想拿回那30年可以，林毅是我们组织最核心的特使，既然你诚心悔过，那就加入组织替我们办事。只要你表现好，特使高兴了，或许会赏你几年。这老狐狸是在拿我的能力做他的人情，顺便把崔婉山彻底控制住。我答应，只要能把寿命还给我，我什么都答应。还怀疑我的组织吗？很好，记住你现在的姿势，去吧。那不是崔婉山吗？他怎么跪着呀？怎么回事啊？董事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滚开！各位，对不起，是我崔万山糊涂了。多亏了林先生的指点，我已经痛改前非，迷途知返。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不该分什么3、6、9等。从今天起，撤销特权通道，撤销所谓的陪读制度，所有的学生一律平等，全部走正门。任何特权行为，无论学生什么身份，我崔万山承诺，只要发现，一律开除。还有呢？还有你们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刚才谁动的手？董事长，是您让……闭嘴！给这些学生道歉。从明天起，你们不用来上班了，安保部全部换人。崔叔，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了，我爸说这就派人来。那几个乡下骗子呢？我今天必须帮你教训他们。哈哈哈，你还在啊？这回你跑不掉了。你知道我家里什么背景吗？崔叔，还是您厉害，没让他们跑了。
这种垃圾就该……崔叔，你等我干什么？我是天启啊！打的就是你，小兔崽子，满嘴喷粪，一口一个乡下人。你往上数3代，你爷爷也是在地里泡屎的。可是什么？给我滚回去告诉你爸，以后少跟我套近乎。还有，在学校给我老实点，要是敢欺负同学，我第一个开除你。好你个姓崔的，给我等着！哥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个校董怎么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还给你下跪？没什么，这就是心理战。那些大人物亏心事做多了，最怕被人抓住把柄。什么把柄？这么厉害？成人的世界很复杂，有些事你不用知道的太细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从今天起，在这个学校没人敢欺负你，你可以安心读书了。哥，我会努力的。等我毕业赚钱了，一定先孝敬你和老爸。好，快去报到吧，宿舍在那边。特使大人，请上车吧。崔万山那只老狐狸一辈子精明，最后却跪在了自己的学校门口。特使手段高明，不仅拿到了我要的东西，还帮我立了威，各取所需罢了。现在事办完了，你也该兑现承诺了。年轻人就是心急，放心，老夫做生意最讲究诚信，10年寿命1秒钟都不会少。他叫门徒，是我们组织的看门人，没有他，谁也进不去那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贩卖时间的地方。特使，滚吧。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美吗？那是我们的太阳，也是这世间所有异能力量的源头。它能感知这世界最强烈的情绪，将异能赐给他们。也就是说，我的……没错，你的异能也是来自它。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流浪汉？他们只是耗材。10年真的到了，感觉如何？这10年就是从他们身上提炼出来的。从他们身上？没错，我们管他们叫时间奶牛。而头顶那个东西和我的能力结合，就成了我们的挤奶器。所以你贩卖的时间，其实是来自这些底层人民。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这些人在国外本来就是垃圾，是瘾君子，是社会的负担。我们不过是废物利用，把他们那毫无价值的时间转化成精英延续辉煌的燃料，这就是资本的炼金术。确实很高效啊！这些都是流浪者的灵魂。没错，在现实中，他们正躺在大洋彼岸的臭水沟里，吸食着他们找到的快乐。永生组织会专门邀请受到黑日影响的特殊人才，组织里还有许多像你一样的人，而代号木魂人的成员研发了一种特殊的药剂，只要长期吸食，人的肉体就会陷入极度瘫痪，而灵魂会被强行剥离，牵引到这个异空间来。这就是3年的寿命。这些瘾君子挥霍生命，剩下的时间质量一般，但胜在数量庞大，但也是用一个少一个了。国内有法律有监管，我们不能明目张胆地制造这种丧尸，所以我目前的时间买卖只能依赖西方财团，他们负责在那边制造违禁药贩滥，制造贫民窟，把活人变成鬼，木魂人的药在那里畅通无阻，我们负责收割时间，各取所需。如果这些人都死光了，你们高居上位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在这个世界，人只分2种，吃人的和被吃的。
没有这些残渣的贡献，哪来顶层精灵的长生？哪来人类文明的延续？残渣就像是蝗虫，永远也杀不完。你也算是从底层爬上来的，你也在用着他们的寿命。我知道你看不惯这样的做法，那不如你把时间还给我，和你的妹妹一起等着被上层宰杀，怎么样？你说的对，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既然爬上来了，当然就不想再回垃圾堆里去了。这就对了，只有抛弃那些无用的同情心，你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一员。走吧，带你去见见那位木魂人，他新研发出的一种更高效的东西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把它投放到国内。啊！木魂人特使带到了。听说是个能操控规则的新人，希望别像上次那个一样，看到我的小宝贝就吓尿。这就是那所谓的高效药，我叫它深渊之水。以前的药物只能抓那些意志薄弱的瘾君子，但这水不同，只要把它混入南城的供水系统，喝了它的人白天毫无异样，但到了晚上，当黑日的辐射增强时，他们的灵魂就会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，自动离体，被牵引到这个空间来。全城几百万人都会变成你们的货源。没错，你们的国家太把人当人，即便是毫无用处的下层人，也能有生存下去的路径。这是不对的，那些人只配成为我们的电池。一群畜生，先辈为了这个国家付出了多少，才走到今天这一步？你们却一次次的想要剥夺我的生活，只要我在，就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上帝呀！你们这地方的腐烂味，隔着位面都能闻到。史密斯先生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是有什么指示吗？别碰我！你这老不死的东方老！议员先生对你们的进度很不满意，南城的牧场计划拖了太久，那边的电池快不够用了。如果这周还不能供货，你们这些代理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不，史密斯先生，求您不要切断连接，我们已经在做了，马上就好。我的头，我的力量！记住了，你们的力量是我们自由的，我们能给就能收回来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个老外能控制我们的能力？这里的黑日只是一个投影，我们这些人异能真正的来源掌握在他们的手里。终究都还是西方人的走狗，这样的能力不要也罢，必须想办法结束这一切。听到了吗？史密斯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，这周必须出货，我们没有反抗的资格，因为我们的一切都在他们手里。可是这次任务交给你，你是生面孔，官方的那些部门不认识。全部投进南城水库。对，只要投进去，全城几百万人就会成为我们的电池。这个世界已经千疮百孔，大洋彼岸的权贵为了高质量寿命已经等了太长时间。这种质量的寿命，只有我们这个把民众宠坏的地方能提供了。林毅，这是你的投名状，别忘了，你的命是组织给的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毕竟我也想活得更久一点。你是说，这箱东西倒进水库，全城的人都会变成燃料？对，而且是西方人寿命的燃料。我必须接下这个任务，才有可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你既然来找我，肯定不是为了告诉我世界末日来了。你想怎么做？我要让他们觉得一切都成功了，然后在异空间里动手，铲除他们所有人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
那些人或多或少都有着不同的能力，但这些能力都来自一颗陨石。这颗陨石在大洋彼岸被保管着，但我了解到，为了维持它的稳定，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能量。我查过了，天际集团在大洋彼岸总部的大厦底下，有一条独立的特高压供电线路。你想要物理断电？没错，一旦我在里面动手，他们肯定会狗急跳墙，甚至可能逃回现实世界。我需要有人在外面切断他们的退路，也切断他们的能量源。我要你在我动手的瞬间，让天际大厦彻底断裂。这需要你的帮忙。爷爷，是我，南城，不是国家遇到麻烦了。当初您提过的那个老战友还在那个位置吗？对，我们手里有东西，需要立刻上交。尹先生，苏老已经在电话里说了大概。我是国家安全特别行动组组长刑天。关于永生组织和那个西方财团，我们盯了很久，但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定位。证据在这里，定位在我脑子里。好强的辐射反应，这帮畜生真敢对平民下手！我会在明天动手，我负责处理内部的异空间，但国外的那个能量源，国外的事交给我们。既然他们敢把手伸进南城，那我们在海外潜伏的钉子也该动一动了。只要你那边信号一响，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端掉那个能量源。既然内部和外部都有人负责，那我就负责演戏。啊，演戏？你要投毒，就得让这毒流得真一点。南城水库是私营的，我会立刻启动收购程序，用苏家的名义把它买下来。明天行动开始后，我会暗中打开泄洪闸，让水流看似汹涌地流向全城广网，制造出毒素迅速扩散的假象，骗过他们的监测。这样我就能将真的毒投进去，完全不引起他们的怀疑。但是你确定能？放心，我会安排工程队在下游截流，引入苏家废弃的工业蓄水池。表面上是毒水漫灌全城，实际上一滴都不会流进百姓的杯子里。苏小姐好魄力，这可是要烧掉苏家半个家底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更何况我是苏家的掌舵人。好，那就定下名额，我们给他们演一场送葬的大戏。特使大人，别磨蹭了，史密斯先生在看着。这厢下去，南城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不需要回头，这是通往新世界的单程票。到。浓度完美，流吧，流进所有人的喉咙里。这种脏东西，别说流进百姓的杯子，就是流进地里我都嫌脏，封死他！怎么回事？按照流速，现在毒水已经进入管网了，哪怕只有几个人喝水，黑日也该有反应了，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到底做了什么？要是你给的，毒是我当着你面、当着监控倒的，有没有问题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不对，太安静了，不对劲，我要亲自连接精神网络查一下。不好，如果让他精神离体去探测，就会发现全城的人都睡得像死猪一样，根本没有灵魂离体。既然现实里没有，那我就在你脑子里造一个，交换。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多么壮观，多么纯粹，这是灵魂的洪流啊！很好，虽然传输还需要时间，但这种活跃度，说明牧场已经完全激活了。议员先生会很高兴的。特使这次辛苦了。只要能让史密斯先生满意，
这点代价不算什么。既然任务完成，那就通知下去。明晚在这里举办神之庆功宴，所有核心成员以及南城一副权贵全部出席。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惊喜，我会将黑日的部分控制权作为奖赏分发给你们。那真是太让人期待了。据本台报道，昨晚大量市民出现嗜睡乏力症状，专家初步推测为季节性流感。嗜睡乏力，多么美妙的副作用！这说明灵魂已经开始松动，正在等待黑日的召唤。虽然实体能量的传输还有延迟，但这种社会反应骗不了人。史密斯先生很高兴，可是今晚的庆功宴你是主角，不要迟到。没问题，但我要先去处理点私事，不想留下遗憾。放心，我会准时到。遗憾，那是凡人才有的东西。过了今晚，拥有了黑日的权限，你就是神。神没有遗憾。小希，可答应过你，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挺直腰杆活着，哪怕这世界烂透了，可也会把那些脏东西都扫干净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可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海外行动组刚刚发来消息，钉子已经潜入那座能量塔的安保系统，只要灵异在里面发出信号，那边会在10秒内引爆。灵异的状态不太好，他每次使用能力，好像都透支了很大的生命力。他是个战士，不管他以前是什么身份，今天之后，国家会记住他。我不需要谁记住他，我只要他活着出来。只要切断黑日，异能者就会失去力量，他的胜算很大。史密斯先生已经在里面等你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今晚是历史性的一刻，南城几百万人的灵魂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蓄电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将再次拥有用不完的时间。大家面前的酒杯里，就是被提纯出来的时间。今天我代表永生组织，为在座的每一个人续命3年。黑日的能量怎么断了？没用电源呢？不可能，黑日的源头怎么会断电？门徒，快打开传送门！我们要先撤出去，这是袭击！该死，能量不够，但我能开，给我10秒。快，所有人往门口跑！这么着急走？要不才刚开始。护士，快帮忙！这里能量不稳定，我要撑不住了。门徒，这扇门如果关上了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你们也出不去。当然，这扇门只有我能开。你要干什么？既然只有你能开，那就好办了。走吧。
是你干的！你到底是谁的人？咦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被人熄灭，你也活不成！快把门打开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不是什么特使，我是来向各位讨债的债主。物理电源断了，魔法大门我也锁了，各位欢迎来到我的审判庭。重启，快重启！我还有500年的寿命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！别费劲了，国外的陨石已经被炸了，这是死局。以后的黑日，我们都会死。我本来就没打算好太久。这个世界太挤了，装不下你们这些神。终极交换，我用我全部的剩余寿命，加上这无法估量的真挚情感，交换世间暂无异能。甜吗？甜。红袖，不要再管我这个废人了。你不是废人，你是救了所有人的英雄，而且这3个月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踏实的日子。是啊，真踏实，没有天平，没有交换，只有生活。红袖，我有点困了。困了就睡会儿，我会一直在这陪着你。等我睡醒了，我们去看日出。我怎么还活着吗？我一直在验证这个事情，你忘了吗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异能，那么你之前被异能夺去的寿命，应该已经被还回来了才对。这么说，没错，我的猜想成真了。3个月已过，你还好好活着。